1943年7月的所羅門群島，漆黑的夜海籠罩着科隆班加拉島。美軍艦隊的雷達突然捕捉到日軍艦隊的蹤跡，檀香山號率領的輕巡洋艦編隊迅速進入戰鬥位置。隨着152毫米主炮同時開火，密集的炮彈如暴雨般傾瀉而下。短短約10分鐘，3艘美軍輕巡洋艦便向日軍輕巡洋艦神通號打出了2630發6英寸炮彈，將這艘日本軍艦徹底打成了一團燃燒的殘骸。這就是布魯克林級輕巡洋艦最令人膽寒的火力。15門152毫米主炮同時咆哮時，輕巡洋艦也能夠制造出令人窒息的炮火風暴。在20世紀30年代的條約時代，當其他國家的輕巡洋艦還在糾結火力還是防護的單選題時，美國海軍用布魯克林級給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答案。在1萬長噸的嚴格噸位枷鎖裡，硬塞下15門152毫米主炮，把輕巡洋艦的單輪投射量直接拉到了重巡洋艦的級別。作為倫敦海軍條約框架下誕生的新銳戰艦，布魯克林級打破了此前美國輕巡洋艦火力貧弱的局面，總計建造9艘，幾乎全程參與了太平洋戰爭的關鍵戰役，同時也在大西洋戰場留下了活躍的航跡。它不僅在實戰中證明了自身的價值，更為後續克利夫蘭級、巴爾的摩級等經典巡洋艦的設計奠定了核心技術基礎，在美國100年巡洋艦發展史上佔據着不可替代的轉折性地位。建造背景：布魯克林級的誕生始於華盛頓海軍條約的噸位框架。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進一步給美國分配了143500長噸的輕巡洋艦建造配額，允許建造最多20艘152毫米主炮輕巡。當時，美國海軍的奧馬哈級輕巡早已老舊，完全無法適配太平洋遠距離作戰需求。美國海軍總委員會原本更傾向於建造203毫米主炮重巡洋艦，但受條約約束，加上日本新銳輕巡的快速追趕，最終推動了新方案的落地。隨後，美國海軍建造與修理局聯合海軍戰爭學院完成多輪兵棋推演，最終敲定1萬長噸級輕巡的設計思路。該噸位下可實現核心區域抵禦6英寸炮彈的防護能力。1933年，美國國會正式批准建造預算，依托新政公共工程資金，啟動了首批艦隻的建造。設計特點：布魯克林級是美國巡洋艦發展的重要分水嶺，核心突破是在1萬長噸限制下實現5座3連裝152毫米主炮布局，艦首3座階梯布置，艦尾2座沿中軸線排列，成為當時全球單輪主炮投射量最強的輕巡。它首次在美國巡洋艦上大規模應用縱骨架式船體結構，大幅降低船體自重，省出的噸位分配給火力與防護。不過該設計後續也暴露出應對大當量爆炸衝擊的強度短板。該級艦首創的艦體後部集中式航空設施布局，成為後續除阿拉斯加級外所有美國巡洋艦的標準配置。半定裝彈藥152毫米艦炮的供彈設計，也為後續全自動高頻兩用炮研發積累了關鍵經驗。最後2艘改進型聖路易斯號、海倫娜號換裝高壓鍋爐，採用鍋爐與輪機交替的單元式動力系統，徹底避免單次命中就全艦失能的風險。同時搭載美國海軍首款雙聯裝127毫米38倍鏡高頻兩用艦炮。1942年後，全部該級艦完成低艦橋改造，加裝對海對空搜索雷達，戰場感知能力大幅升級。建造情況：布魯克林級的9艘戰艦建造工作橫跨1935年到1938年，全部在二戰爆發前完工服役，成為美國海軍戰前新銳艦艇力量的核心組成部分。該級艦的首艦布魯克林號 CL-40於1935年3月12日在紐約海軍造船廠動工，1936年11月30日正式下水。同級的其他戰艦也在隨後的2年內陸續完工，最後2艘改進型聖路易斯號 CL-49 和海倫娜號 CL-50 分別在1938年和1939年正式服役。整個建造過程依托羅斯福新政的公共工程資金推進，
既為大蕭條時期的美國造船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也讓美國海軍在二戰爆發前快速補充了9艘主力輕巡洋艦。按照最初的條約噸位規劃，前7艘基礎型布魯克林級通過優化設計節省出的噸位，被用於替換2艘老舊的奧馬哈級輕巡洋艦。這部分額外釋放的噸位，剛好支撐了最後2艘改進型聖路易斯號和海倫娜號的建造，讓整個9艘艦的建造完全符合倫敦海軍條約的噸位限制，沒有超出配額。所有9艘戰艦全部在1937年到1939年間完成入列。這個時間窗口恰好處於第2次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波蘭戰役爆發之前，讓美國海軍在二戰全面鋪開之前，就擁有了一支成熟的新銳輕巡洋艦艦隊。艦體布魯克林級的標準排水量嚴格控制在1萬長噸的條約上限，在加裝防雷突出部之後，艦體最大寬度達到21米，艦長約185米。艦體整體線條修長，兼顧了高航速要求和遠洋適航性。艦體採用縱骨架式結構之後，船體自身的結構重量比此前的重巡洋艦降低了近10%，省出的重量被分配給了裝甲和武器系統。艦體內部的艙室劃分經過了精心設計，基礎型的7艘戰艦採用傳統的鍋爐艙集中布置方案。而最後2艘改進型則採用了鍋爐與輪機交替的單元式布局，前後2個鍋爐艙之間穿插布置輪機艙，即使其中一個艙室被命中損毀，剩下的動力艙室依然可以獨立運行，保證戰艦不會徹底失去動力。艦體後部設置了完整的航空作業區域，配備2座水上飛機彈射器和配套的機庫，可以容納最多4架水上偵察機。這一布局讓布魯克林級的遠程偵察能力遠超此前的美國輕巡洋艦。1943年之後，所有在役的布魯克林級都進行了艦橋改造，原本高大厚重的指揮塔被拆除，這些拆下來的指揮塔被重新安裝到馬里蘭級、加利福尼亞級等經過現代化改造的戰列艦上。巡洋艦自身的艦橋結構被削低一層甲板，在新的頂層搭建了開放式艦橋，既降低了艦體的迎風阻力，也減少了艦橋的中彈概率。同時，騰出的空間可以安裝更多的中小口徑防空炮和射擊指揮儀，進一步提升防空作戰能力。改造之後的艦體外觀更加簡潔，重心也有所降低，航行穩定性得到進一步提升。武器系統布魯克林級的核心火力配置是5座3連裝152毫米47倍鏡艦炮，總計15門主炮。這一配置讓它成為美國海軍歷史上主炮數量最多的標準巡洋艦。這款新式152毫米艦炮採用半定裝彈藥設計，炮彈和發射藥筒分開裝填，既保證了主炮的射速，也提升了彈藥庫的安全性。單門炮的最大射速可以達到每分鐘8到10發。全艦15門主炮齊射時，短時間內可以向目標傾瀉超過1噸的彈藥，對敵方驅逐艦和輕型艦艇擁有毀滅性的打擊能力。副武器配置在不同時期進行了多次升級。基礎型布魯克林級最初搭載8座單管127毫米25倍鏡高頻兩用艦炮，這款火炮的防空射程相對有限。而最後2艘改進型聖路易斯號和海倫娜號則直接換裝了4座雙聯裝127毫米38倍鏡艦炮，這也是美國海軍後來在二戰中廣泛使用的經典高頻兩用炮的首次上艦，對空作戰效能大幅提升。隨着二戰的推進，該級艦的防空火力得到了持續強化。1942年之後，所有戰艦都陸續加裝了6座4連裝40毫米博福斯防空炮，2座雙連裝40毫米博福斯防空炮，同時配備了18座單管20毫米厄利孔防空机炮，中小口徑防空炮的總數超過30門，搭配新增的 Mk51型射擊指揮儀，形成了從遠距離127毫米防空彈到近距離20毫米機炮的完整防空火力網，可以有效抵禦日軍魚雷機、俯衝轟炸機的多批次突擊。在實戰過程中，部分布魯克林級還根據作戰需求臨時調整了武器配置，
拆除了部分不必要的設備，進一步增加防空炮的搭載數量。比如在瓜島戰役期間，海倫娜號就額外加裝了數門20毫米機炮，以應對日軍頻繁的空中偷襲。防護系統。布魯克林級的防護設計完全圍繞1萬長噸的噸位上限進行優化，重點強化了核心區域的抗打擊能力，摒棄了此前巡洋艦片面追求全艦覆蓋裝甲的思路。該級艦的主裝甲帶厚度為127毫米，覆蓋了輪機艙、彈藥庫等核心要害區域。裝甲帶向下延伸到水線以下，可以抵禦敵方巡洋艦152毫米主炮在常規交戰距離上的直擊。主炮塔的正面裝甲厚度達到152毫米，側面和後部裝甲也有76毫米，保證主炮在敵方炮火打擊下依然可以正常運作。炮塔頂部的裝甲厚度為50毫米，可以抵禦航空炸彈的破片殺傷。艦上的彈藥庫區域額外增設了一層50毫米厚的裝甲防護，同時彈藥庫內部設置了完善的噴淋降溫系統，大幅降低了彈藥殉爆的風險。艦體的水平裝甲厚度為50毫米，覆蓋了核心區域的甲板，可以抵禦中等當量航空炸彈的近距離爆炸破片。為了應對水下魚雷攻擊，後期所有戰艦都加裝了防雷突出部，既提升了艦體的水下抗爆能力，也增加了艦體的儲備浮力，即使被一枚魚雷命中，依然可以保持漂浮狀態返回基地。不過，受限於噸位限制，該級艦的裝甲無法抵禦203毫米重巡洋艦主炮的直擊，在面對敵方重巡洋艦時，需要依靠高航速和機動能力規避打擊。這一防護特性也深刻影響了它在二戰中的戰術使用方式。艦載水上機。1941年戰前和平時期，該級艦標配4架柯蒂斯 SOC 海鷗雙翼水上偵察機，依托其出色的低速可靠性，承擔100海里外的遠程艦隊偵察、艦炮彈着點觀測任務，是雷達普及前艦隊感知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1942至1943年戰爭前期，該級艦換裝性能更優的 OS-2U 翠鳥單翼水上機，新增反潛巡邏功能。為應對日軍空中威脅，多數艦只將載機縮減至2架，彈射器減為1座，騰出空間加裝中小口徑防空炮。1944年戰爭後期，艦載雷達與航母偵察機完全替代了巡洋艦水上機的偵察職能。多數布魯克林級拆除全部彈射器與機庫，僅少量偏遠巡邏艦保留1至2架水上機，用於海空搜救與近海警戒。動力裝置。布魯克林級的動力系統總輸出功率達到10萬馬力，設計最大航速為 32.5 節，在滿載狀態下依然可以保持30節以上的持續航速，完全可以跟上航母特混艦隊的機動節奏。基礎型的7艘戰艦配備了8台高壓水管鍋爐，驅動4台蒸汽輪機，採用傳統的集中式動力布局，動力系統的可靠性在戰前的大量演習中得到了充分驗證。最後2艘改進型聖路易斯號和海倫娜號換裝了全新的更高壓力的鍋爐，動力系統的整體效率進一步提升，在相同燃油攜帶量的情況下，續航距離比基礎型增加了近 15%。 單元式交替布置的動力艙設計讓戰艦的抗損能力大幅提升，即使其中一個輪機艙完全被水淹沒，剩下的動力系統依然可以提供超過1半的動力，保證戰艦能夠以18節以上的航速脫離戰場。該級艦的燃油攜帶量超過2000噸，以15節的經濟航速航行時，續航距離可以達到1萬海里，完全可以支撐從美國西海岸到夏威夷再到南太平洋的跨洋部署，不需要頻繁停靠補給基地，完美適配太平洋廣闊海域的遠距離作戰需求。動力系統的操控也進行了優化，輪機艙的自動化程度相比此前的巡洋艦有明顯提升，減少了動力系統所需的操作人員數量，降低了長時間航行的人員負擔。服役經歷。戰前，布魯克林級的9艘戰艦在戰前的和平時期是美國海軍艦隊的核心主力艦艇，
承擔了大量遠洋部署、外交訪問和演習訓練任務。首艦布魯克林號在服役之後，長期在大西洋區域活動，多次前往南美國家進行友好訪問，承擔了大量海軍外交任務，向美洲國家展示美國海軍的新銳實力。他的艦員自我介紹中提到的負責與他國的外交，正是這一時期服役經歷的真實寫照。其餘大部分同級艦在戰前被部署到太平洋艦隊，參與了美國海軍每年舉行的大規模艦隊演習，在演習中探索6英寸主炮輕巡洋艦的戰術使用方法，驗證新的編隊協同戰術。海倫娜號、聖路易斯號等改進型戰艦在服役之後，還承擔了大量新型裝備的測試任務，為後續美國巡洋艦的設計改進積累了大量實測數據。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所有9艘布魯克林級都已經形成完整戰鬥力，完成了全部戰術訓練科目，隨時可以投入實戰。其中部分戰艦還被部署到夏威夷珍珠港，成為太平洋艦隊前沿部署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戰爭陰雲密布的時刻，承擔着日常巡邏和警戒任務。征戰歷史：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時，停泊在港內的海倫娜號被日軍魚雷擊中，艦體遭受重創，但憑借出色的抗沉設計沒有沉沒，經過修復之後重返戰場，成為瓜島戰役中的王牌戰艦。1942年到1943年的太平洋戰爭前期，布魯克林級的戰艦幾乎全部投入到瓜島周邊的激烈海戰中，在薩沃島海戰、埃斯佩蘭斯角海戰、瓜島夜戰等經典戰役中，憑借15門152毫米主炮的猛烈火力，給日軍艦隊造成了沉重打擊。其中海倫娜號在夜戰中憑借先進的雷達系統，率先發現日軍艦隊，在近距離交戰中用密集的主炮火力重創多艘日軍艦艇，成為二戰中獲得戰鬥之星數量最多的輕巡洋艦之一。最終在1943年的庫拉灣海戰中被日軍魚雷擊中沉沒。1943年7月的所羅門群島，漆黑的夜海籠罩着科隆班加拉島，美軍艦隊的雷達突然捕捉到日軍艦隊的蹤跡，檀香山號率領的輕巡洋艦編隊迅速進入戰鬥位置，隨着152毫米主炮同時開火，密集的炮彈如暴雨般傾瀉而下，短短約10分鐘，3艘美軍輕巡洋艦便向日軍輕巡洋艦神通號打出了2630發6英寸炮彈，將這艘日本軍艦徹底打成了一團燃燒的殘骸。神通號在連續炮擊下迅速失去戰鬥力，最終發生爆炸並斷裂沉沒。對於布魯克林級而言，這場戰鬥充分展現了其15門152毫米主炮在雷達引導下形成的高密度火力優勢。檀香山號和聖路易斯號2艘布魯克林級輕巡洋艦與新西蘭輕巡洋艦利安德號組成的巡洋艦編隊，在極短時間內將大量炮彈集中投射到同一個目標上，讓日軍幾乎沒有足夠時間組織有效還擊。然而，日軍並沒有坐以待斃，在神通號遭到毀滅性炮擊的同時，日軍驅逐艦也發射魚雷展開反擊。檀香山號和聖路易斯號先後遭到魚雷命中，艦首嚴重受損，但兩艦憑借良好的艦體結構堅持返航，且沒有造成人員死亡。與此同時，新西蘭輕巡洋艦利安德號被魚雷擊中，造成28人死亡，驅逐艦格溫號也在戰鬥中沉沒。在多次海戰中，憑借15門152毫米主炮和驚人的射速，布魯克林級被形象地稱為6英寸機關槍。這並不是美國海軍正式授予的官方稱號，卻非常直觀地體現了這種輕巡洋艦的火力特色。單門火炮就擁有較高的持續射速，而15門主炮同時開火後，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極其密集的炮彈投射。同一時期，部署在大西洋區域的布魯克林號、薩凡納號、費城號等戰艦，參與了北非登陸、西西里登陸、意大利本土登陸等一系列2棲登陸戰役，為登陸部隊提供近距離火力支援，用152毫米主炮摧毀德軍的海岸防禦工事、炮兵陣地和裝甲目標，為登陸部隊提供了可靠的火力掩護。
薩凡納號在意大利登陸作戰中被德軍的無線電制導炸彈命中，遭受重創，但依然成功返回基地修復，繼續投入後續作戰。1944年到1945年的戰爭後期，所有幸存的布魯克林級都加入了快速航母特混艦隊，伴隨航母編隊參與了馬里亞納海戰、萊特灣海戰、沖繩戰役等最終決戰。一方面用猛烈的防空火力為航母編隊撐起防空保護傘，抵禦日軍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式攻擊；另一方面用主炮執行對岸火力壓制任務，支援兩棲部隊的登陸行動。整個二戰期間，所有布魯克林級戰艦累計獲得了數十枚戰鬥之星，其中首艦布魯克林號單艦就獲得了4枚戰鬥之星，為二戰的最終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二戰結束之後，幸存的8艘布魯克林級在1947年陸續從美國海軍退役。1951年，美國將其中6艘轉讓給南美國家的海軍，繼續服役了數十年。布魯克林號被轉讓給智利海軍，一直服役到1992年，在拖往拆船廠的途中意外沉沒。原鳳凰城號被轉讓給阿根廷海軍，改名為貝爾格拉諾將軍號，在1982年的馬島戰爭中被英軍核潛艇擊沉，成為該級艦最後一艘戰損的戰艦。總結評價：布魯克林級輕巡洋艦作為美國海軍條約時代的最後一代輕巡洋艦，是承前啟後的劃時代作品。它徹底擺脫了此前奧馬哈級輕巡洋艦的落後設計思路，用空前的火力配置重新定義了輕巡洋艦的作戰標準。其設計理念直接衍生出了二戰中產量最大的克利夫蘭級輕巡洋艦，以及經典的巴爾的摩級重巡洋艦，為美國海軍後續巡洋艦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在整個二戰期間，布魯克林級的9艘戰艦轉戰太平洋、大西洋2大戰場，參與了幾乎所有關鍵戰役，用實戰證明了自身的可靠性和戰鬥力。雖然僅有海倫娜號在二戰中戰損，其餘戰艦都在戰火中存活下來，展現出了出色的戰場生存能力。它不僅是倫敦海軍條約限制下的優秀設計產物，更是美國海軍針對太平洋作戰環境主動探索的成果。其留下的技術遺產和戰術經驗，深刻影響了戰後世界巡洋艦的發展走向，在世界海軍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看了以上內容，你對這段歷史有什麼不同看法？歡迎留言討論，關注軍事研究，一起研究二戰與世界戰爭史。